欢迎来到著名歌手频道。我很高兴您订阅并分享该频道。周深是牙医，毛不易是护士，其他3位歌坛的医护人员转行后个个精彩，毕业就和专业绝缘，这个规律在娱乐圈也相当常见。这阵子的热搜中，姚安娜可谓是个典型的例子。明明专业发展是靠拢自家企业，却偏偏要剑走偏锋，来混个演员的名头，生生把拙劣生硬的演技，让大众体会了一把什么是外行人乱来的效果。想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商业人士入圈都会受到姚安娜的影响，被质疑到体无完肤。当然，姚安娜是姚安娜，娱乐圈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转行人员，比如说学医的人，在歌坛个个实力顶尖。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。毛不易。毛不易是黑龙江的大男孩，他家境普通，长相普通，学习也很普通。就是这样一个普通，也甘愿普通的人，在未来的筹谋上，自然没有多大选择的空间。为了有个体面的工作，他在家人的建议下，决定做一个护士。但学护士实在是太枯燥了，忍耐了1年后，毛不易想转个专业。但就像张雪峰老师说的那样，大学转专业的规则简直就是个 bug， 只有学得好的人才能转专业，学不好的只能一学到底。没办法的毛不易只能坚持到毕业，按部就班地分配到医院实习。但事实证明，不喜欢的工作，硬着头皮都是枉然。那一段时间里，毛不易简直被逼成了郁闷的小青年。只有在下班后，拿着吉他学习的时候，他才觉得活了过来。音乐就是毛不易的救赎。学了吉他后，毛不易开始创作，并且在网上发布自己的音乐作品。独特的民风，浓郁的情感流淌，毛不易的歌轻易就让网友共情，也因此，他的才华终于被发现，也终于在各种机会的堆叠下，他走上了明日之子的舞台。不争不抢，只是安安静静的唱歌，却因为不容置疑的实力，让导师们对他怀着知音相遇之感。获得冠军后，毛不易走红了，他如愿以偿地脱下了白大褂，一头扎进了音乐的海洋。此后，他发布专辑，进入各种综艺，在央视的舞台上频频露面，一心一意地把自己的歌声尽情释放。只想成为普通人的毛不易，不再是普通人了，但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份工作，他永远都不会想辞职了。杨千嬅。杨千嬅的家庭跟毛不易类似，他个人条件也跟毛不易相差无几，只不过年代的差别，在杨千嬅的年代，读书不成器的孩子基本上都会早早出来打拼，而杨千嬅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因为年纪轻轻，又没有任何经验，杨千嬅只好成为一名护士，而且还是护士中打杂的那一类。可想而知，她的工作并非一个很好的体验，而事实还比想象中的更为残酷。杨千嬅刚入住病房里就有人过世，而杨千嬅顺理成章地被推出来处理后事。此后，脏活累活不讨好的都是杨千嬅的职责范围。杨千嬅自然不想一直这样过下去，工作之余，她到处寻找机会，而机会终于来了。无线电视台正在筹办新秀歌手大赛，杨千嬅想着以前总有人夸自己唱歌不错，便决定试一试。这一试，她顺利跳出了底层行当，成了一个音乐新人。虽然前期成绩一般，但她有故事一般的嗓音，在几经波折下，厚积薄发，一首《少女的祈祷》之后，她的光芒就再也无人遮掩。到了处处吻问世，她实力女歌手的地位越发稳固。此后，她唱歌、演戏、发专辑并列齐行，又是实力唱将，又是最佳女演员，已然不可同日而语。坚持是杨千嬅唯一的依仗，她坚持了下来，此后人生顺风顺水，都是得意事。许嵩。若不是因为不务正业，
且不务正业的势头盖过了专业本身，许嵩应该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医生，为了自己的职称而努力奋斗自己的青春。他的人生拐弯处就在大二这年。这一年的许嵩在多年来自学的钢琴和古典音乐的基础上，有了创作的心思，并且尝试把自己的作品放在网上进行试验。本是为爱发电，却因为他的歌词意境和曲风非常对当年年轻人的胃口，于是他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红了。民间原唱歌手在当时并不常见，许嵩的出现不仅引起了网友的注意，还引起了音乐公司的注意，甚至是广告品牌的注意。于是各种资源给他递上了橄榄枝，他开始给写手机音乐、网游音乐，然后开始推出专辑。可以说，许嵩的专辑几乎张张都让人听了意犹未尽，他无疑成了时下的流行歌手，一再登顶，直到上了央视的舞台。就是这样，音乐分走了他的精力，毕业之后他也没法再拿起本行。此后就这样顺着歌坛的路一直走了下去。虽然中途也有落寞之时，但如今再提起，他的名声依旧敞亮无比。一个会写歌作曲的全能歌手，他不会轻易被时代淘汰。一个被无数网红抄袭的大方歌手，他的自信不是轻狂，是事实本身。只要是许嵩唱歌，他必然会走向神坛，迟早而已。徐佳莹，听过言不由衷的人都会为徐佳莹干净透彻的嗓音而沉醉。徐佳莹同样也不是专业音乐人出身，虽然跟大部分的歌手一样，徐佳莹从小就很喜欢音乐，陆陆续续在学校时获得过歌手大赛的奖项，但爱好只是爱好，从未想过未来要从事的职业跟自己的爱好可以相关联。上大学时，徐佳莹选择了护理专业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她会成为一名护士。但2008年的一场歌唱选秀大赛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镜像。比赛中，她用一首歌震惊了全场的音乐评委，获得了唯一的满分。经过一轮轮的比拼，她登顶了冠军。此后，她便正式进入了音乐圈，一张张的专辑发出，便是一个个大奖的手到擒来。出道16年，她收获了上百个大奖，成绩相当喜人。如今，她家庭事业双丰收，有空就来首新歌，或者开场演唱会，只要她出动，粉丝们都会闻风而至。她是天选的音乐人，她必定会走上音乐这条路。周深，如果徐佳莹是天选的音乐人，那周深就是命定的音乐人。同样是选秀出道，但周深百变而张弛有度的声线，简直是歌坛独一份的精彩。周深在大学学的是牙医，他是出国留学，人生地不熟的他，上课都很费劲，学医简直就是个灾难。因为实在是学不下去，周深决定改变专业。这个时候，他就想到了自己唱歌这唯一的天赋。在乌克兰，学唱歌不像国内，拜师学艺需要靠自己去打动导师。周深没有人脉，只能捧着一颗真心，连续3个月都在自己看好的导师面前晃悠。这一晃，总算的来了机会。这个时候，周深的语言天赋终于展现了出来，他能在歌声和导师交流，也因此他学得格外踏实和开心。只不过后来凭着一腔热血参加了选秀后，他也脱离了导师倡导的歌剧风格，和导师开始离心。当然，后来导师还是理解了他，只不过因为他的歌坛之路走得太猛，没有来得及送导师最后一程，成为他至今的遗憾。但以如今周深在歌坛的地位，想必他的导师会以他为傲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